春风又绿清明时，星光化作无声诗。2026年的清明前夕，春意正浓，微风里却悄然多了一份庄重的静谧。就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，演艺圈里几位我们熟悉的名字周深、黄子弘凡、肖战、陈楚生、张远、王铮亮不约而同地在社交平台上留下了简短却极具分量的文字。没有繁复的排版，没有刻意的营销，只有铭记与缅怀4个字反复回响。说实话，每次看到这种不约而同的默契，我心里总会泛起一阵暖意。在这个流量更迭如翻书的时代，艺人们愿意暂时放下喧嚣，用最朴素的笔墨去触碰一个民族最柔软也最坚韧的记忆，本身就是一种难得的清醒。清明从来不只是日历上的一个节气，它是生者与逝者对话的桥梁，是家国情怀在岁月长河中的无声接力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感，越是热闹的日常，越需要这样一场集体性的静默来提醒我们，别忘了来处，才知归途。周深从座无虚席的舞台到深夜21点18分的静默，把时间轴稍微往前拨一点，周深在武汉的演唱会刚刚落下帷幕，门票秒空，场馆座无虚席，这当然是市场对他专业实力与舞台魅力最直接的肯定。但真正让我动容的，不是聚光灯下的万丈光芒，而是4月3日晚21点18分，他账号里那句轻描淡写却掷地有声的铭记：缅怀。很多人一开始或许会愣一下，但顺着链接往下翻，就能看到央视新闻的那条长文，他们的事迹我们铭记在心，他们的精神我们更续传承。中国有我，未来有我。那一刻，我突然明白，这位被无数歌迷称为天籁的歌手，心里装着的从来不只是音符，还有脚下这片土地的厚重。说句心里话，我们总习惯用票房、热搜去丈量一个艺人的价值，但真正能走得远的，永远是那份对时代的共情力。周深用一场爆满的演唱会证明了自己被需要，又用一条深夜博文证明了他懂得为何被需要。这种清醒与温柔，恰恰是他最迷人的底色。咱们不妨换个角度想，能在万人欢呼之后迅速回归平静，用最克制的方式表达最深沉的敬意，这份心性比任何高音都难得。肖战从角色光影到现实担当的 Quietly 转身再看肖战，他的发文同样简短，却暗藏着一条清晰的个人轨迹。他在提及铭记、缅怀的同时，也自然带出了电视剧品质盛典与藏海传的身影。前不久，他凭借该剧荣膺年度卓越品质之星，这固然是对他演技与职业态度的嘉奖，但更值得玩味的是，他在高光时刻依然选择将目光投向历史与英烈。其实，演员这个职业很特别，他们一生都在体验别人的人生，但肖战似乎很清楚，走出角色之后，自己首先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中国人。他在博文里那种不张扬却坚定的态度，让我想起一句老话：真正的顶流，不是被数据堆砌出来的，而是被责任感托举起来的。藏海传里的权谋与家国，或许正是他理解铭记2字的另一种注脚。看到他在名利场中依然保持着这份克制与敬畏，作为旁观者，难免会多几分敬重。我总觉得娱乐圈的浮华很容易让人迷失方向，但能记住自己从哪儿来，该往哪儿走的人，才配得上演员这2个字的重量。他的发声不是节日任务，而是角色淬炼后的自然流露。黄子弘凡、张远与王铮亮同频共振的简练力量，把视线转向黄子弘凡、张远和王铮亮，你会发现他们的发文几乎如出一辙，铭记、缅怀，没有多余的修饰，也没有煽情的铺陈，就是干脆利落的4个字。初看或许觉得有些单薄，但细品之下，反而有种大道至简的力量。清明节的本质是什么？不是形式上的热闹，而是内心深处的肃穆。他们用最省力的文字，完成了最郑重的情感传递。我私下里常跟同行聊，现在的社交网络太喜欢加戏了，恨不得把一句话包装成一篇小作文，但有时候留白反而更有回响。这3位歌手，一位是新生代里嗓音极具辨识度的代表，2位是历经岁月打磨的实力唱将，他们在这个节点上的同频，更像是一种行业内的默契宣言。娱乐可以有千百种形态，但对先烈的敬意必须保持最原始的纯粹。说实话，这种不约而同的克制，恰恰是当下娱乐生态里最稀缺的清醒剂。他们不抢风头，却用最安静的声音，敲出了最响亮的节拍。陈楚生与华晨宇，岁月沉淀与热血赤诚的双向奔赴。如果说前面几位走的是静水流深的路线，那陈楚生和华晨宇的发文，则分别代表了2种截然不同的情感浓度。陈楚生写道：砥砺前行是我们对英魂最好的缅怀。这句话没有停留在情绪层面，而是直接把缅怀转化成了行动指南。
作为从选秀时代一路走来的音乐人，他经历过巅峰，也熬过低谷，骨子里早就磨出了一种不说空话，只做实事的韧劲。读到他这句话，我总觉得他不是在应付节日，而是在跟过去的自己，跟一路支持他的人交心。而华晨宇的风格则截然不同，他们用生命换来山河无恙，缅怀先烈，祭奠忠魂，字字铿锵，带着他一贯的炽热与赤诚。很多人对他的音乐表达评价不一，但不可否认，他在大是大非面前从不含糊，情感输出永远饱满而直接。这两种表达，一内敛一外放，却殊途同归。我常想，缅怀从来不需要统一模板，有人选择默默扎根，有人选择高声呐喊，只要底色是真诚的，就值得被听见。在这个容易情绪扁平化的时代，能看到不同性格的艺人用各自的方式致敬同一种精神，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生态的良性呈现清明内核。当星光照进现实，我们该如何安放思念？把视线从具体的名字上移开，回归到清明这个节日本身，你会发现今年明星们的集体发声早已超越了简单的节日打卡，它更像是一次集体性的文化寻根。过去我们总以为娱乐圈和主流价值是两个平行世界，但2026年的清明前夕，这几条博文清清楚楚地划出了一条交汇线。央视新闻的呼吁与艺人的回应形成共振，说明家国叙事正在以更轻盈、更接地气的方式融入大众语境。咱们不妨静下心来想想，清明节真正的意义，或许不在于我们烧了多少纸，献了多少花，而在于我们是否还记得那些为我们撑起今天这片晴空的人。当周深的演唱会散场，当肖战的剧集收官，当所有热闹归于平静，能留在人心里的，永远是那份对来处的敬畏。明星们的发声，不是居高临下的说教，而是以普通人的身份，和我们一起完成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。这种平等而真挚的姿态，恰恰是当下舆论场最需要的温度。说句实在话，娱乐产业再繁荣，也终究要扎根于民族的情感土壤，否则就是无源之水，山河无恙，只因有人负重，星光不息，唯有铭记前行。2026年的清明，注定会在很多人的记忆里留下温和而有力的一笔。没有刻意煽情，没有流量绑架，只有一群站在聚光灯下的人，选择在这个日子里低头致敬。他们用最短的句子，写出了最长的情谊。读着这些文字，我忽然觉得，所谓的榜样，从来不是被供在神坛上的完美人设，而是能在关键时刻与我们同频共振的同行者。清明追思，家国永念，这8个字不是挂在嘴边的口号，而是刻在骨子里的文化基因。春风又起，草木漫发，愿我们都能在铭记中汲取力量，在缅怀中学会前行。毕竟，山河无恙的底气，从来不是凭空而来的，而我们能做的，就是把这份感恩化作日常里的脚踏实地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，都配得上先烈们曾经仰望的星空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，当喧嚣褪去，留下的那一点真心，才是时间带不走的财富。这，或许就是今年清明，留给我们最珍贵也最踏实的答案。